哑巴屯2，一款经典到可以传给我孙子的恐怖游戏。游戏的故事背景是，主角詹姆斯·桑德兰收到3年前因病去世的亡妻玛丽的来信，信中写道，在我们俩有共同回忆的地方。为了探明真相，詹姆斯驾车前往信中所在地迷雾笼罩的小镇寂静岭，而在这里，他遇到了长相与玛丽完全一致的玛利亚。在这款游戏中，你将扮演小镇唯4活人之一的老詹，穿过饮食间安静无人的街道和小巷，依次遇到正在寻找妈妈的外地人、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可爱又粘人的小女孩。在寂静岭 City Walk， 偶尔和前女友一起逛街，吸吸新鲜的 PM2.5， 鉴定一下热门的网络生物食品。看一下通关后的数据统计，我最爱用的武器竟然是钢管。嗨呀，用钢管都能轻轻松松通关，没错，这个游戏其实一点都不吓人嘛。哎，我操！你好，我是婷婷。作为恐怖游戏的传世经典，有改电影的巅峰之作，一连串神作标签让《寂静岭2重制版》这个项目打公布后就受到非常的关注。由曾经打造灵媒、层层恐惧的波兰开发商 Bluebird Team 开发，被无数人 fuck 的 fuck Konami 发行。后者唯一干的好事，可能是把原版的怪物设计师伊藤畅达和无敌的配乐山冈晃请了回来。当我再次拿起手柄，化身詹姆斯来到寂静岭，虽然负责这次开发的 Bluebird Team 在原版寂静岭2上搞了很多的二创和自由发挥，但深入细品过后，我可以毫不怀疑的说，高清版老詹依旧是那个老詹，寂静岭2重制版也依旧是那股寂静岭2的味道。从漫步大雾的街道到探索空荡荡的公寓，从再度遇见妻子的公园到重返漆黑一片的雨夜，本作优秀的美术风格呈现以及对不同场景间切换的细腻把控，把寂静岭安静到极致就是惊悚的氛围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搭配山冈晃的灵魂配乐，经常在平静的旋律后突然恐怖起来，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伤害。重制版遵循原著精神，几乎全部的剧情和解谜内容都在一环扣一环的索要设计中进行。游戏70%以上的时间都在黑暗中度过，制作组只扔给你一个小小的手电，因为关了它，你就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好。然而在几乎全黑的地图条件下，寂静岭2重制版依旧实现了如德芙般丝滑的探索引导。在由数十个矩形小房间、墙缝、地洞、楼梯、电梯搭建的迷宫箱庭中，玩家依旧能够根据系统指引、关键文本和道具信息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不吹不黑，一周末我就卡关了3次，其中2次还是我自己没注意。那么在战斗这一块，屯2重制版则是借鉴了知名的恐怖游戏系列《生化危机》、《死亡空间》还有《黑魂》。万能的越肩视角加部位伤害使得本作的 gunplay 玩法相比原版有了大大提升，累积倒地机制和无敌的死亡踩踏公平的对待每一个敌人，堪比黑魂不死人的闪避性能让我在面对2个三角头时也能游刃有余。这是画就，传统功夫是讲画就的，4两拨千斤的。但是你以为老詹和玩家们真的就会像阿伊斯的三光一样神功大成，对所有丧尸都无所畏惧了吗？当然不是了。哪怕 Bluebird Team 只是照着原版的100分试卷抄再加自由发挥，寂静岭2在吓人这一块也是恐怖游戏里的 T0级选手。他们会偷偷的吓你，比如加入一些 jump scare， 房间角落放个4枪飞向的模型，好端端的钢琴突然跳出一个哈能音符。Did I scare you？他们也会明着吓你，因为游戏里的敌人存在一个随机复活的机制，他们就故意在玩家的必经之路上放几个已经倒地流血的怪物。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如果开门进到一个房间，看到一个已经死掉的爬爬或者腿腿故意倒在地上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但如果是一堆爬爬腿腿和护士呢，我会建议你提前准备一下，等会不要被吓得从椅子上飞出去了。资源生存类的箱庭游戏往往需要地图，而作为一款主角经常被怪物追着跑的箱庭游戏，合理的地图和指北系统显得更加重要。老詹手里的这本地图册，我认为是这次屯2重制版最用心设计的地方。线稿手绘的风格，通俗易懂的符号，只要按一下方向上键，所有玩家都能根据地图快速获悉自己的探索路径和解密进度。一个房间有没有被打开过，打开后有没有探索或者探索完毕，都会以圆圈、问号、指向线等加以标记。玩家取得的关键文本和道具也会以文字、图案、信息的形式实时更新到地图中。这可能是今年玩过的游戏里我最频繁打开关闭地图的一次，每次细细端详后都回味无穷。它不仅仅是探索设计的一部分，甚至是整个游戏叙事的一部分。不过还是提一嘴，地图虽好，但是看地图的时候可不会暂停哦。我喜欢你。
这次我是使用 PS5 游玩《寂静岭2》重置版，虽然优化一般帧数模式经常莫名其妙的掉帧，但是作为一款主机平台里的主机现实独占游戏 ，PS5 手柄 DualSense 这块的特性还是适配的比较好的，自适应扳机和震动调教不用多说，但我这次最想夸的其实是这个灯条和手柄扬声器的适配。灯条的颜色会根据老詹的血量情况实时变化，手柄上的这个小扬声器则专门用来负责收音机声音的输出。游戏里收音机的设定就是检测到周围有怪就会输出杂音，离怪越近杂音就越大。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一旦玩家习惯了这种收音机等于遇怪的设定，制作组想整蛊你也就轻而易举了。他们可以用变异的小强吓你，因为小强也会触发收音机。这应该是游戏里出现最频繁的整蛊手段。当然，他们也可以故意放个打不到你的怪，只是让收音机制造恐怖氛围，然后再套小强和真的怪进去搞连环整蛊。但是呢，毕竟只是个游戏嘛，玩的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学会了反整蛊，提防制作组的陷阱了。听到收音机的杂音越来越重，这种时候我一般会不紧不慢地推开房门，走进房间，按住瞄准键，尽量让屏幕更亮，就不那么容易被吓到。爬爬最喜欢来偷袭，护士老是在走廊玩跟踪，腿腿经常出现在房间的角落，喜欢啾啾力，蜘蛛腿还会后空翻呢。来，小亮给他整个活。面对大部分怪物，我们只需要记住打人先打腿，起手一个3步之内枪最快，看到敌人单膝下跪。好，接下来使用高管击打敌人的头部，积累倒地值。看到敌人摔了个屁股蹲，最后使用窝心脚镣战人践踏。就这种打怪先秒腿的行为变成条件反射之后啊，我就渐渐的发现，如果只看腿，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些怪物的腿都还长得蛮好看的，黑丝白丝护士自不必多讲，甚至4条腿看多了都变得风韵犹存起来。那么最后我也是得出了一个推断，那就是寂静岭虽然恐怖，但实际上也是詹姆斯性压抑下的一场春梦，不单单是开玩笑，也是严肃的讨论。不管是大卫林奇的神片《穆赫兰道》，还是2年前惊艳我的互动电影《传世不朽》，我们会发现这些游戏的意识流作品其实从来不缺少或正面或侧面的对于性内容的描述。寂静岭2同样是如此。为什么这些怪物会被设计成富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穿着性感的护士的现实原型是什么 ？Angela 关的场景和 BOSS 设计为什么会让玩家感到压抑和难以描述？当然，因为这期视频不会涉及关键的剧透，所以我也不会再展开讲这些内容。也希望弹幕和评论区已经通关的小伙伴们不要剧透别人，一切都有待大家自行游玩体验。而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寂静岭2的剧本和意识流叙事之所以是如此的优秀和超前，以至于放到现在体验都毫不过时，恰恰是因为它精确地契合了那句名言：恐怖的从来不是怪物，而是人心。贯穿全游戏的呼吸声是什么？玛利亚这个反向的妻子形象又有什么深层次的意味？随着流程的推进，你会发现寂静岭所带给你的恐惧更多不是来自那些怪物和幽暗的场景，而是在逐渐拼凑真相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空想、后怕和压抑，一直到游戏后期某个名场面后的希区柯克变焦，如果你是狠狠地带入到了詹姆斯，这里是真的会被惊出一身冷汗的。迷雾重重的小镇下掩盖的是主角詹姆斯内心的矛盾，迷幻意识流的叙事下隐藏的是一个有关亲情、爱情、道德抉择，现实却残酷的主题。苏坚最终为寂静岭2重置版打出10分，是2024年优秀超作业型重置的典范，也是意识流恐怖游戏难以逾越的高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寂静岭。